东西。大家看一下啊，康熙仿宣德的水平很高的，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啊，真的很高啊。那有很多东西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这个真的要吃苦头的。你看，这是一个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是弱的本朝款呀。你看这个水平，它就完全是按照宣德时期的青花这个器物，从造型到纹饰，完全是按照它这个路子来的，懂吗？只不过它落的是本朝款，它如果落大明宣德年制款的话，那真的很多人要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说他吃药。官反官也不能说是看低它，但至少它不是那个年代的东西啊，这个是太关键了，哇，这是太关键了。一个是清代，一个明代，相差几百年啊，是吧？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忽视了对这一部分的东西啊，对它的了解。看见没有？这个就是落大明宣德年制款的，是吧？这个仕女的一个碗，啊，这个的确是画得非常的精彩，啊，那么这种东西呢，我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大家要注意。另外，我给镜头前的朋友还要强调一次，永乐宣德，我们都知道用的是青花苏麻离青，对吧？这个骨料。但是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永乐宣德也有不用苏麻离青的，用的乐平的平等青。我不知道镜头前的朋友知道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今天就算在补课，把这个空白补起来。永宣有啊，我今天因为这个资料我没有做啊，没弄出来给大家看，一定有的。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以为永宣一定就是苏麻离青，不对的。永宣一定有进口国产料的啊，而且用的是乐平的平等青，这个考古资料已经有显示了。我们过去只是疑惑，其实我们在这之前也看过，但是呢就不敢肯定那个东西是不是国产料。但是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它是，而且一定是。那我们现在就挺起胸膛，雄赳赳气昂昂的告诉大家，一定有国产料的，说起来，这样的话才有助于你在学鉴定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参考和选择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这个青花料啊，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材料。我在过去一期杂谈当中曾经谈到过青花的问题。啊，以后如果有机会呢，还会给大家讲这一部分，啊，不同时期用什么材料，这对我们鉴定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件东西的纹饰就是按照那个来的，但难能可贵的就是它的材料不是苏麻离青，而且呢不是用的平等青，啊，用的是朱明料，啊，或者说用的是泽料。啊，因为泽料一直到乾隆时期还在用，啊，所以这个材料的使用呢，我们有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朱明料和泽料这段时间一定是在使用的，这个不用去争论，啊，就是我想呢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青花器这一部分，尤其是官反官的时候，我呢借这个问题举一反三，啊，把这些东西呢告诉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学习的知识一定要宽泛，啊，不能一个直面的走一条线，啊，一定要走得很宽。
这样的话，你才能走得更远，学的知识才会更多，好吧？这个呢，我们就青花啊，这个呢我就讲到这儿，好吧？没了吧，其他。好，那么镜头前给我们再推过来。大家看一下啊，我手上拿的这件东西，这个又回到了啊，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上了。这是一个粉彩锦灰堆杯啊，也可以叫茶杯啊，我们简单一点就算杯。那么锦灰堆呢，刚才我已经讲了很多啊，讲到了乾隆时期的这个锦灰堆，它的色彩的使用，讲到了嘉庆时期的色彩的使用，同时呢，我们也讲到了民国时期它这种锦灰堆的色彩的使用那么这件东西呢，又有它的特殊的地方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底款。这个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底画是什么字呢？大清光绪年制，矾红6字2行款。那么这件东西呢，我请大家注意啊，这件东西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民国的那种坊间烧造的民窑烧造的东西，请大家注意。这可是一个官窑器啊！你看这个字啊，这个写的非常的规整，这个是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研究资料啊，非常好。那么我刚才讲到了民国时期他喜欢用黑把黑的这种材料掺和进来，但是呢，你看见没有？光绪时期这种黑颜色并没有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我们在鉴定民国和这个光绪时期的这个百花不漏地或者说锦灰堆粉彩的时候，这个色彩上的添加和减少这就提供了我们一个鉴定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讲在鉴定的时候对每一个东西的变化，每一个色彩的增加或者减少，都要格外的上心不能说这个东西管它3七21，反正我就马马虎虎吧，这个不可以的那么我刚才讲到了有黑加进来是民国，刚才我们讲到了居仁堂证的上面就没有，是吧？那个呢，它依然还是什么呢？它是对光绪色彩的一个延续而这件东西呢，它是彻头彻尾的光绪官窑的一件百花不漏地的东西。我不管它是大运瓷还是传办，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的色彩已经告诉我，光绪的这种锦灰堆或者叫百花不漏地它就是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这个呢，是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问题不要把这种事情把它忽略了。如果忽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看色彩以外，还有就是看这个造型，因为这种造型在晚清的时候，甚至在民国的时候啊，大量使用。这也是我们在学鉴定的过程当中呢，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依据啊。那么我呢，再把这个我们叫百花不漏地或者叫锦灰堆这个色彩呢，把乾隆的和嘉庆的再给大家看一遍啊，加深大家的印象。啊，我这没电了。没了。哎，亮了。哦，我这儿这个线路上有点问题啊，对不起，对不起，有一点点小的问题。好了，这个亮起来了。好，我呢再把这个最后呢，我再把这个乾隆时期的这个色彩啊，百花不漏地啊，和这个嘉庆的呢，再给大家看一遍啊，以加深大家的印象。好，这个呢就是一个乾隆的啊，百花不漏地的。这个呢是一个罐儿，我等会儿把个局部的呢这个色彩啊给大家仔细看一下。那么如果说你能记住了这样的色彩，以后再看这些晚清的呀这些色彩的话呢，你就非常容易的就把它界定开了啊，就不会因为这个上面的这个色彩啊对你产生一些烦恼。诶，怎么盖住了？哪个？啊？第二个？哦。嗯。这个呢，就是上面看没有色彩的使用啊，看见没？这个牡丹花也好，荷花也好，玉兰花也好，牵牛花也好，这个上面的蓝的色彩的运用，大家注意啊，这个蓝是用的什么？我们叫蓝料彩啊。那么这个蓝料彩呢，等会儿我们看嘉庆跟它有什么不同，绿彩有什么不同啊？咱们注意一下。尤其认真仔细的去看，
这是一个嘉庆贷款的官窑器，这是一个也是百花不漏地的啊，百花不漏地的。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蓝彩啊，他们用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看见没有？这个里边蓝啊，还有这个紫色调用的比较多，而且它这个色彩显得有点薄，不像那个乾隆啊堆的比较厚，它那种厚重感，色彩的那种。这个浓妆艳抹的那种感觉啊，到嘉庆开始啊，就明显的要显得薄一些，并不那么厚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注意，好吧？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注意。如果把这些记好了，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这个光绪的也好，民国的也好，这种百花不漏地啊，你就能够把它很好的区分开。这就是我们讲在色彩的运用上，不管它器型变化如何，这个色彩的变化，你这个是不可能超越年代的，一个年代一个样子。这在我们鉴定过程当中，一定要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去认真理会、理解啊，然后把它融会贯通，才能对今后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才能加以认真的、细致的甄别。这是我们每一个学者必须要了解和注意的啊。所以这个学习呢就是这样。要不厌其烦，认认真真啊，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去学，这样的话才能把功夫啊真正学到家。千万不要患得患失，是吧？你能够有这样的知识，能够掌握住，对你将来一定有很大的好处，好吧？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这个易趣说的讲座呢，我想今天这时间也不早了，马上都5点半了，我们讲了2个半小时，是吧？虽然这讲了几件东西，但是呢，我尽量的把一些东西把它讲清楚，把它讲透。那么同时呢，也是举一反三，希望通过这个讲，让大家知道。通过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牵扯的很多，了解的很多，知道很多，甚至有些是传闻，是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已经成为历史，是我们知道的，也许你们不知道，但是我把知道的告诉大家，让大家也要知道这些东西，它是客观的存在的，它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讲这么多吧，好吧？镜头前的朋友，这个我们看看抽时间，我们再有机会我们进行交流尤其我们苏州的新文化学校的这个陈校长不知在不在我也欢迎我们这些同学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在这里进行学习交流。好吧，那么今天呢，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陪伴对大家的陪伴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